大家好，今天要来介绍的是金属的热处理入门。那首先呢，我们会先进入铁碳平衡图来跟各位来稍微讲解一下。那这边各位不用担心，我们不是要去学习它里面的一些深入的部分。主要是要来告诉各位，你有没有看过或是听过铁碳平衡图呢？那其实呢，这个部分呢，它是跟金属的热处理呢是有关联性的。所以呢，我们如果听到铁碳平衡图其实呢，我们就可以直觉的去想它就是跟热处理是有关系的。那今天呢，因为是以入门的方式所以一些细部呢都不会去做讲解主要会处理我们热处理的四大基础到底是什么，以及说我们常见的热处理有哪一些因为热处理它细分下去呢是种类非常多，而且也非常的专业。那今天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讲不完主要会以入门的方式来带大家知道一下常见的是哪一些以及说它有哪一些用途那这里我们要怎么去了解它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咯。首先呢，来介绍的是热处理的四大基础主要是退火、正火、淬火以及回火那这边呢细部的话呢就没有在讲解的太细，那这边大概给它带过就好了，让各位知道一下它到底的功用是什么第一个呢，退火的话，我们主要就是要让材料变软要让我们的材料好加工或是消除内应力等等的所以它是加热到某一个温度之后呢缓慢冷却，那一般是用炉冷的在炉内冷却的这个方式。然后再来是正火，正火的话呢就是它跟退火是非常相似的但是它加热的温度会再高一点，会加热到奥斯体区就像刚刚的铁碳平衡图这边有一个标示如果有兴趣的可以来看一下。然后呢，它在空气中冷却所以它跟退火之间的差异在于说，它做出来的材料的它呢组织会比较密，然后呢强度也会比较高我们常运用在铸件或锻造，因为它在制作过程可能有一些刷撑或是一些不均匀的地方所以做的正火就是主要让这个材质的组织呢均匀化那再来呢是淬火，那淬火的话呢一般呢就是它硬度会大幅提升，可是会变非常的脆所以通常做完淬火之后还是不能用的一样它是高温加热之后呢快速冷却，然后是用水或油去做冷却。然后再来呢是回火，回火的话就是淬火之后我们来做回火，那这个回火的温度呢就会加热在比较低，然后这个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是低温回火那再做冷却那它主要就是把这个材料的性质做调整，那等一下后面呢会有讲解到的时候再来做细部的说明所以它会降低一点我们的材料的硬度，但是会提高它的韧性所以它就没有那么脆所以呢做完淬火之后我们还要再做回火它才能够使用那这边呢四大基础让各位大概了解一下，等一下后面我们要来讲解一些我们常见的热处理的制程再来呢来介绍的是渗碳热处理，那渗碳热处理呢我们从字面上就可以知道呢它是把碳渗入材料里面，我们再去做热处理的这个动作所以呢这个材料呢它的外面呢外表会变得更硬更耐磨，然后呢其实它内层呢还是属于低碳的部分，所以它硬化的部分呢只有它的表层而已那这边呢我们就来理解一下它的制程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材料呢加热到一个温度，然后呢我们呢就把碳把它渗入我们的材料里面，然后做淬火快速冷却，那快速冷却之后我们就会变硬那变硬之后呢我们再做回火消除它的脆性，那我们就可以完成然后这边呢稍微提一下那这边呢高碳层它变成了马氏体，那这边可能有人就会发现说，那为什么刚铁碳平衡图里面我们没有看到马氏体呢这是因为呢它是属于铁碳平衡图是平衡的，那这个部分淬火这个动作呢是没有在平衡里面，所以它不会在铁碳平衡图里面，它是以外的马氏体是另外一个方式，它不是用这种平衡的方式出来，所以我们才会在铁碳平衡图里面没有看到的大概是这个原理。那这边呢我们会知道说那这样子我们做这个渗碳的热处理之后呢，那原本呢我们是材料是比较软的，可能是低碳钢，那我们做完渗碳之后呢
它不会因为这样就变高碳钢了那你有可能呢内部它还是原本的材料，它硬化的部分是我们的表面但是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我们这样呢是可以非常均匀的。我们如果是我们整个表面都需要硬化的话，我们用渗碳热处理这个方式呢就是很适合的那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其他的运用。那这样子呢我们的工件、我们的零件、我们的表面就会更硬更耐磨，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运用在一些传动的零件那这边各位来了解一下这个渗碳热处理的制程接下来呢是高周波的热处理那这部分呢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热处理的制程这边呢高周波的话就是利用高周波的电流产生这个电磁的感应，所以呢我们可以在金属的表面呢做快速的加热，然后做一个立即的一个冷却那所以呢高周波它的本质上呢它还是淬火只是说我们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用这个电流的高周波的电流来做电磁感应来做的所以呢这样子呢一样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材料让它变硬的动作。那差异在于说我们的高周波呢它的运用呢我们可以局部做硬化我们有时候的材料呢不一定是整个材料我们都必须要去做热处理硬化，我们可能只有某一些部位才有强度的需求，那我们就可以运用这个方式呢来做一个变化我们在我们需要强的地方做强化就好那这边呢我们热处理完之后呢，那当然这边回火的话我们就看需求不一定这边就看我们的材料的特性以及我们的运用来做一个选择。然后处理完之后呢，其实一样它也是表面比较硬，内部呢还是保持原本的那个材料的一个特性所以呢它就是比较有一个韧性在，然后表面是硬化层，所以呢我们主要呢硬度高之后它就可以提升它的强度以及耐磨那一样可以达到我们要的强度的功效那一样也是比较常运用在一些我们需要用在强度上的像是齿轮的话，一般我们就是有齿面在传动的话，我们就可以运用高周波单独把我们的齿面做一个热处理就可以了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以及轴类也是类似的概念那这边呢我们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像有时候呢比较薄板类的呢，我们做高周波之后呢，因为它局部加热之后呢会容易变形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材料呢尺寸跑掉或变形所以这部分呢就比较不适合像是如果有比较复杂的话也是不适合的，因为它这样加热有的地方会有死角或不均匀，那可能会做得不好以及说我们如果是要均匀或是表面要整个硬化那这样子高周波在做的话也是没有那么适合像薄板或是我们要整面硬化的话呢，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渗碳热处理就会比较适合的那这边让各位理解一下这个高周波的热处理。然后顺带一提呢，因为它的加热快冷却也快所以高周波是蛮适合大批量的一个生产。再来呢要介绍的是调质热处理，那这边呢各位就可以把它理解成它是淬火加回火那这边呢给大家一个方向，如果你是要零件整体做强化的呢，我们就来选择调质热处理那我们比较经典的像是高强度的螺丝基本上都是用这种做法的就是要让我们的材料兼具强度以及韧性那我们在使用上呢才会更好。那一般呢我们在做的话当然一样，我们加热到奥氏体化之后快速冷却，然后呢做降温回火低温回火最后就调质完成所以一开始呢我们的淬火之后呢，马氏体很硬但是很脆，所以我们没办法用我们做完回火它虽然硬度有降低，但是韧性就提高了。那这边呢我们这两个制程呢，我们就是要去调配那这部分就是热处理厂的他们的专业的我们可以怎么去调整，我们可能会依照我们材料的特性，或是我们材料想要的强度你的硬度要到哪里，或是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来做这个搭配所以这部分都是另外一个专业，那这边就没有再做详说那这里呢我们就是主要的目的在于说我们要把强度和韧性之间呢取得一个平衡
那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在运用上可以更广泛。那这边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它的时间顺序。我们呢一般呢就把加热之后呢，我们快速冷却，冷却时间是很短的，然后再做一次加热。那这次的加热就没有一开始的奥斯体化那么高所以它是属于低温回火，然后最后再冷却到室温。这样子呢，我们就做了淬火加回火这个动作所以它就是调质热处理。那这边呢最经典的就是螺丝各位就可以这样来理解。高强度螺丝呢，一般我们就是用调质热处理，而调质热处理呢就是淬火加回火。接下来呢来介绍的是不锈钢的热处理那这一部分呢是我们最常遇到可能会有误解的地方。因为我们常常呢可能要做不锈钢的热处理，然后呢我们把材料送到热处理厂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们的材料是没办法做热处理的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因为我们都加工好，可是因为材质的关系不得不从头来过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就大概要来理解一下哪一些材料的不锈钢才可以做热处理的硬化那这边我们大概来理解一下那像3字头、2字头的，这是不能够热处理的那这部分呢，我们主要是做固溶处理的话，它不是为了要变硬它主要是要消除我们的内应力，恢复我们材料的一个耐蚀性要让它的组织均匀，主要是这个部分的所以它没有办法做硬化据热处理厂说像这类的它会越做越软，根本没有办法硬化的那再来呢是马士体类的是4开头，那4开头又有分，我们是代表的属于410、420跟440，这部分是可以做热处理硬化的所以一样是透过淬火加回火就是调质热处理的方式来去做的所以这部分就没有问题。然后另外呢，我们可能会误用的可能就是类似430、429等等的，我们可能会想说它也是4开头，那应该也可能热处理其实这也是没办法热处理的那这边各位可能要理解一下那主要呢是做退火要消除应力用的所以呢这一部分我们大概知道一下4开头记得430、429就是没有办法热处理那我们呢能够热处理的就是410、420、440这一部分大概理解之后呢，我们就比较不会我们材料呢已经做好了，要到热处理的制程才发现有问题。那这边呢，我们就大概重点来比一下那可以热处理淬火硬化就是马士体类的420、440、410这类的，用调质热处理它可以变硬那一样呢，材料呢硬度跟强度都有一定的一个等级那这边呢，我们就大概理解一下，那我们要怎么去选择呢？一般呢，我们如果要耐腐蚀性的话，我们当然是选3开头的，我们常见的316、304等等的防锈能力当然会比较好。那4开头的话，因为呢，它可能呢还是有机会会生锈，因为它的那个防腐蚀性呢没有3字头那么好那这部分呢，如果你要有硬度的要有耐磨的，我们就选马士体类的420、440这类的，因为它可以做淬火的热处理。那如果说呢你需要磁性的当然420这个4开头它都有磁性，你可能有其他的用途的话不妨你也可以选430这类的，如果有成本考量的话那这部分呢就让各位来理解一下热处理不是所有种类都可以做硬化的，我们也要选对我们需要的一个材质咯。最后呢，来总结一下金属的热处理入门那刚刚呢，透过热处理的4大基础的认识之后，我们会知道说，我们在同一块材料呢，透过不同的热处理它能产生的性能是完全不同的那这边呢，我们刚有提到几个常见的热处理那这边几个大纲让各位呢更容易区分。那渗碳呢，表面硬化、高周波、局部硬化、调质、整体强化透过这样简单的几个重点，我们就可以区分我们这3个常见的热处理，它到底呢是运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以及说呢它可以运用在什么场合。那这样子呢，我们未来呢在选用热处理的时候就会更精准、更适合。以及说我们有提到不锈钢，其实呢它不是所有的类型都能做的
像是2系列跟3系列是不能够做热处理的，是没有办法硬化的。4系列是可以的，它可以做调质的热处理，但是其中呢肥力体系列的呢是没办法做的那这一部分刚也有提到简单跟各位来提一下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来了解说热处理呢其实呢它不是说越硬要越好主要我们也要看我们的场合跟用途有时候呢我们不同的材料呢它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不是说每一种都是用相同的参数，也是要看材质特性所以这边热处理其实呢热处理厂他们是非常专业的他们是有非常多经验知道说要怎么去做热处理才能做得好所以这部分呢是没办法三言两语把它讲完的，我们只能呢大概知道一下热处理到底是什么，以及说它有什么样的区分那这边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热处理呢我们这几种常见的呢我们可能知道之后，我们未来呢我们在选用零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原来为什么呢有一些材料它必须得选什么样的一些种类因为呢它可能后面有一些热处理的制成，以及说有一些零件为什么呢它必须得用渗碳，或是说它一定要用调质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呢它们有一些不同的特性，所以我们要选对那这样子在做热处理呢才有办法真正的发挥它的功效咯。那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